的在凡尔赛。其实我们这次来成都是成都车展前来抢先试驾凡尔赛。出差的状态下，几个人的箱子都放在里边，就是很平整，然后也非常的大。再有就是这个尾门，它是这种无极可调的，就不是那种分段式的，就是它也许能够更适应大部分人的身高，但是应该还行吧。一个旅行车，感觉升高了也没有多高。去车里。当时在车展上我就说，哇，这个车里边的材料的选择特别的多，还有这次再仔细的看，你会发现，哎，这种像木纹，但是实际看起来又有 N 多的雪铁龙的车标，然后包括这里，包括整个旋钮的侧面，你看到没有，全都是这种车标的造型，还有包括椅子上，就是它巧思的地方特别多，而且你看它座椅的这种花纹的设计，我们也拿了一块法国的表，你有没有感觉它其实特别像这种钢带啊，就这种表带给你的这种感觉？我觉得就是在法国车的内饰里面，就通常你一进来，你就能够了解说，哦，这是一台法国车。就是它给你的感觉，并不是说有多科技、有多豪华，但是它就像是你在欧洲度假的那种小房子，就是它整体的装修。可能并不是让你眼前一亮、金碧辉煌的那种，但是也许说，哎，它在茶几上摆着你喜欢的花啊，或者它挂着你几幅喜欢的画，书架上有你喜欢的书，就是这一切是值得你细细的品味一番的。
再有就是这一次它的配置上面特别多，就是预售价公布了以后，很多人觉得哇这价格不错，可能也是感受到了它的一些诚意。比方说这2个座椅，就是主驾有多少项调节，副驾就有多少项调节。还有这个头枕，它是一个4项调的，它除了能上下，它还能前后，而且这个座椅它整体是用了3层发泡技术的。如果说你是那种很怕就是坐车累啊，或者偶尔要用一下长途，我觉得这个椅子还挺适合你的。通风加热都有，这2个椅子还都有座椅按摩。再有就是它整个的车机，它其实是一个12寸的，但是它的边做的是比较宽的那种，而且它里边做的卡片式的这种设计啊，包括它的配色，你也感觉就是跟其他的车感受是不太一样的。还有一点就是它档位的这种设计，它其实呢没有给大家就是做传统的档杆，然后也没有做那种逐一的这种按键式的，它是只有 P 和 M 是可以摁的，剩下它其他的，你比方说你从 P 直接到 D 档一下拉到底就行。其实你就是不需要说你要经过什么档位，或者说你要逐一的找到它在哪儿，就是也许说在你等红绿灯变灯的那一刻，这个能让你特别快，不用你在那儿读秒，生怕后车催你啊什么的。走吧，咱们现在挂档。哎，给你一会儿打2下看看这方向盘中间这咋不动呢？还有人直接上来就问说，哎，这打方向方向盘中间动吗？我跟你说，你可能还停留在啪啪的摁这儿才有喇叭的年代，这早不是这样了，好吗？刚才咱们说配置，但我觉得这次一个是全系都是 1.6T 加 8AT，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PHC， 它是全系标配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就是自适应的液压稳定系统，它就是通过改变它的这个流速去影响它的阻尼，让我们开起来的感觉是啥？舒服，知道吗？其实咱们聊法国车都很喜欢说底盘大师，但是他们之间是不一样的。你比方说像标致、雷诺，那俩就是强调弯道里的操控性能的。你像雪铁龙，它强调的就主要是舒适，但是它的那种舒适就跟美国车的那种软带来的那种舒适不一样，它其实主要就是靠这个 PHC 带来的。还有它现在就是有一个叫大师底盘调降，它是号称就是你人正常走路你带来的那种晃动，就是大概在1赫兹左右，就是车能够给你调整出来，它也大概在1赫兹左右。也就是说你长途开着你也不累，你过颠簸你也感觉不到颠儿，过弯的时候你自己的那个车身姿态它是好的，你就这么理解就行了。我觉得它开起来的感受就是，如果说啊，当你突然一脚油的时候，它的降档非常的迅速。给你抬一个，你看我刚才这一脚就直接从第8就降到了第5，而且其实它升档起来的速度也都非常的快。你看它现在就又再升回到了第8。反正这个车开起来你会觉得就是它整体的存在感不是很强，就不会让你去适应它。再有就是当你突然深踩的时候，就是你能听到发动机声，但是那是好听的。但是今天我们拿到的这个车不是它最终的一个状态，所以它有一个东西让我感觉稍微的有一点奇怪，就是它的驾驶模式的这一块。它现在驾驶模式的选择，我往上摁呢，表显里边是往下，但我这边往下呢，它表显里边实际是往上，就正好跟我是完全相反的。觉得这个可能在最终的时候还会有一定的优化。然后要跟你解密一个小地方啊，它现在的这个仪表它是可以你自定义的，就是你在这块表里边去设置，就像咱们手机拖拽桌面这种，你想在这一块表里边看到一些什么，你就直接把它拖进来就行了。然后另外转向这边的头上的这个位置，你摁一下，就这几种仪表的模式都可以在这切。还有它整个的地图，包括它 L2 的这一套，你通过 HUD 上面也都有显示，而且它的 L2 你4D 配就已经都配到了，其实还挺良心的。既然说到了价格，我们就说一个事儿，因为现在有的时候在网上一发法国车，大家就会提一个事儿，就是说，哎呀，我等2手的，他就是觉得1手的车主都是傻子，会赔钱赔的特别多。但我要跟你说这件事儿，从天翼有的时候
它有官方回购，也就是说你的发票价，你第一年年末官方回购是85%，然后第二年年末是75%，第三年年末是65%，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这个事儿。然后还有一些同学会担心说 4S 店少的问题，首先它的维修和保养都是可以上门来取送车的，就是你想到的问题，其实厂家早就想到了。然后至于大家说还有一些什么对于这台车觉得有疑问的地方，我相信等着它大概在9月中左右它会上市，应该到时候就都能够解答了。这就是我们现在了解的这台车的一些情况，希望有机会能给大家带来更深度的试驾。就这样了，拜拜。